大家好，我是云飞。我们一直在分享智能手表，各大品牌的或多或少都分享过了。除了手机品牌的，其实像佳明、华米这些也挺好的。之前了解佳明的时候看过很多视频啊，其中高驰给我的印象是很深刻的，有大屏的数据，然后是专业的跑表。这是高驰市场部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兴趣体验一下他们的高驰 VTS 2S， 续航贼强，然后也很专业。我想着我都做了那么多智能手表了，刚好我自己也有兴趣，所以就体验体验，也可以给大家讲讲高驰手表怎么样，适合什么人用。这不是一期恰饭，就是正经的一个分享，大家可以放心观看。其实我拿到这个手表已经2个月了啊，体验了也真的挺久的，也有蛮多想说的，所以我们先回到2个月前，一起沉浸式来开个箱。来，今天我们开箱一个特别的手表啊，它是一块高驰的 VTS 2S 的一块手表啊，这个包装还挺有意思的嘛。高驰 VTS 2S， 广东高驰科技有限公司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盒子是真的挺不错的啊。OK， 哇，这个感觉真不错啊！这边是一个充电器，它这是3点触点式啊。然后高驰，哇，还挺厚的啊，这个感觉我靠，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个品牌啊，这质感是可以的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表带啊，它是有2种表带，一种是这种我们传统的硅胶的，然后一种是这个尼龙的。我个人的话是更喜欢尼龙的一点啊，那我们就直接带这个尼龙的表带吧。看一下它的说明书啊，好，安装高驰的 App。哇，有这么大吗？我们先开一下机，这个触感是非常好的啊，简体中文。然后这个是要连接手表，同意。我先注册一个高驰的账号，扫码配对。它这个升级固件的话，它是可以直接连接 WiFi 升级的，这点还是挺不错的。好，我们升级完成了。然后我是一个新手，我先引导一下，我看看啊。长按是解锁手表，下一步返回上界面，开启关闭备忘灯，训练计划库探索同一并进序。这是有路线记录体能，我靠，好专业呀！点击它表盘管理，有一些这些表盘，安装，就完全一个电子表了。那这些设置按道理来说应该也都是 OK 的啊。来佩戴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感觉啊。现在它是一个纯的反射啊，就是它是没有任何光的。然后我们可以给它一个背光，这样子还可以的呀，可以的。我体验一段时间，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外观方面，这些户外手表都是蛮硬核的，你看这个设计就明白了。蓝宝石镜面加 TC4 钛合金机身，底壳是高强度的聚合物，机身3个按钮，其中表冠可以旋转，底部是多通道的心率传感器。充电方面是触点式充电，机身内部也配备了双屏 GPS。表带方面，我们在开箱的时候也都看到了，出厂自带2款表带。硅胶的加编织的，我觉得这2点是非常贴心的啊。这个硬核的外观，我想应该很多小伙伴都是喜欢的。我这个是地球蓝的配色，还是蛮百搭的。它这个屏幕是 1.4英寸的 MIP 显示屏，分辨率在280×280。这个屏幕也就是我们说的反射屏，简单来说就是耗电贼低，然后显示的效果也都是全天候的，有光就可以看见。相比于我们介绍的其他的手表 AMOLED 的屏幕，这种屏幕的显示效果没有那么精细，但优势就是续航可以大大的延长。我是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做1个月充1次电。它现在是晚上，然后你看一下啊，那是整整用了1个月，而且有很多运动。然后现在是第2天，它仍然是只有应该是1%了。现在你看1%的电可以。它现在是10%的电啊，这是我们用的第2个月差不多了。现在是11月份，今天是11月6号吧？对，11月6号。那我们算一下，它现在是有10%的电。OK， 然后这个充电器差点找不到了。高驰的表盘它其实也有挺多选项给我们自己去选择的，然后也有挺多的表盘。配合这个 MIP 的屏幕，表盘什么样，细屏就什么样。这个对于喜欢屏幕上一直有东西的朋友来说，肯定是非常吸引人的。当然，它也可以自己设计表盘，这点是挺好的啊。
有很多的选项，也可以自己上传照片。不过我觉得这个表盘的效果可以加一个 MIP 的滤镜，这样才能够匹配上我们安装上去实际的显示效果。目前来说都是正常屏幕上的一个效果，安装在屏幕上面就会有一个较大的差距，一点小建议啊，希望可以采纳一下。而实际使用上呢，这个手表怎么样呢？它是直接给了我们全部默认开启心率、血氧、压力、睡眠这些的全天的自动检测。在上一个更新里面还加入了小睡的功能，这对于专业表来说是真的很了不得的啦，很多专业表都没有，高时它有了，算是补上了一个小的缺憾。系统方面可以说区别很大，首先是主页面，上下是它的信息界面，很多数据都可以直接在这里面看到，心率、压力、体力等等。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它的使用逻辑。然后我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它的主页面的一个操作，现在它就是一个熄屏的状态啊，但是大家看的是非常清楚的，这个就是 MIP 屏幕的一个魅力啊。然后我们点亮一下，几乎没有区别，在你们这个镜头这边看过来。上键就是一个背光，开启和关闭。下面你可以切换上边的一个功能这个是日落时间，然后这个是海拔，然后这是电量，上了七个台阶的日出时间等等。然后这边，然后我们要操作的话，它是有一个锁定的，我们直接把它给开启了，然后就可以直接看一些基本的信息，就是上下都可以啊。它是一个循环的，你往上就是从最底部，往下的话它就是从最顶部。你看这个是一天的基本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是体测的能力，这些我都没有。那训练不足，然后体力充沛，睡眠时间，然后这个是压力，然后这个是 HRV 吧 ，HRV， 然后天气、日出日落这些东西，然后微信的一个通知，然后这就是它主页面的一个功能啊。然后我们需要进入其他功能的话，上就是这个背光键，我们长按的话，它是一个搜索卫星，我们返回，这下面就是一个返回啊，然后这边就是一个确认啊，然后这边上下我们已经知道了，然后我们点一下确认，然后就是进入里面的一个设置，里面有非常多的运动，这个运动我有详细的介绍，我就不讲了。然后这边有设置，也有更多设置，里面有更多设置 ，WiFi 设置、配件、传感器、配对手机、运动界面，这些都是可以设置的。那更多里面有表盘、台湾自动亮屏、所有手佩戴、数字旋钮、屏幕右侧，然后它的一个方向可以调整，然后快捷键、背光键，我们长按是什么东西，然后震动提醒震动然后提示音。按键提示音、消息来电提示音这些，然后触摸屏，我是只开了一个地图和数据页面，其他的都是关掉了。然后按键锁定，是不是长按解锁，还是直接旋转解锁，还是关闭，这些都是可以自己去看的。然后供音质，然后日期时间、卫星系统、地图，那高原守护、压力、数据采集。可以上传，然后就没了，这是它的所有功能差不多。然后这边更多的话就是有一些更多的运动，它是主要是运动为主嘛，所以你看到这除了设置全是运动。然后这下面我们平时按它这里就是一个切换的按钮，然后我们长按的话它就是一个快捷的，比如说现在是设置、表盘、支付宝、音乐、健康快测、信息心率、高原适应性、心率检测、指南针、地图、路线、位置、卫星信息、闹钟、秒表、计时器、节拍器、相机遥控、电量、WiFi 同步、找手机、定时小睡。那控制中心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哪些东西啊，这些是我们关掉的，也可以直接把它开起来嘛。 OK， 这就是它主页面的一个操作。而它的 APP 也是简简单单，非常好理解，分为体能界面、记录界面、探索和我的。除了运动就是运动，这不是一块简单的手表。说实话，不太适合懒人，像我这样偶尔徒步的，这个训练都是空空的，看着就会有很大的压力。那么说了这么多软件上的、硬件上的，让我们实际来用起来。我在这段时间是喜欢上了徒步，偶尔放假一天出去外面走一走，而徒步的路线都是大家探索出来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手表可以导入路线。一般情况下，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你是需要使用到别的大佬提供的路线。这个我们要去哪里找呢
哎，这不就发现了它的好搭档两步路 APP。虽然广告非常多啊，但好在有很多大佬在上面分享路线，直接就可以下载下来，然后导入到手表里面使用，这个是很方便的。但我建议大家可以先下载一下亚洲的地貌图。然后高驰手表这个下载地图还是非常便捷的啊，就是我们在手机这边添加链接，就这边添加一个下载任务，文件下载，就是可以下载地图嘛，我添加下载任务。然后地图的链接就直接在高驰的这边下载离线地图的网址复制一下就行了，然后它会连接我们的 WiFi， 然后直接就是可以进行下载。我来看一下它的下载速度啊，它的速度差不多是不到1兆1秒。然后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直接手表自己下载啊，它并不需要其他的设备去一直辅助啊，这一点是非常棒的啊。而且在下载的时候，你的手表是可以干其他的事情，不会影响到，而且温度居然也不高，真的是很神奇啊！这是我体验最好的地图下载了。之前我使用小米24 Sport 那个下载时间真的很久，而且那个时间段里面不能动，区别还是挺大的。那么我们来实际看一下它是如何获取路线、导入路线的吧。明天我就准备去这个张离古道，我们先用这个两步路找到这个路线，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下载下来。下载完成了，然后这里可以导出轨迹，然后导出这个轨迹 KML， 然后我们放置到自己的文件夹里面去。我放置在这个文档整理这里吧，保存。然后这里会自动跳出一个分享，保存一下，保存。好，这边我们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手表，然后发送到了路线。这里我们选择徒步，然后这边是有一个路线，这个我已经导入了张离古道的一个路线，我们点击它，开始导航，然后等它定位一下。OK。好，我们就开始了。这个点还是非常方便的，在徒步这方面跟着大佬路线肯定比自己瞎走好，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可以正常的回到起点。在徒步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偏航了，它会提醒我们偏离路线，时时刻刻把握我们的路线，这个是非常棒的。当然，我有一个没有那么多运动的玩法啊，就是它的续航真的很离谱嘛。我在外旅游的时候都是直接开启徒步，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这个8个小时的长时间的一个旅程了，走了有20公里，还是挺特种兵的。而且我们在后期查看的时候，还可以直接以3D 视图去查看，有高度攀升的情况下，这个就很香。当然，你也可以看到自己曾经在哪些地方走过，这个体验也是蛮不错的。而说完了徒步，我们还是来仔细的看一下它的运动吧。首先，运动选项它是非常的多，我就直接给大家演示一下效果吧。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运动开始啊，就是我们直接点击这里，点击这个表冠，它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一个运动界面。你看有非常多的选项，我们就先简单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从这个训练日程这开始，训练日程往下是体能、运动记录，你可以看一下运动记录，我是今天有一个，然后之前有一个20多公里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是有它一个轨迹，然后训练负荷、心率，然后累计攀升是300多米，下降是800多米，然后卡路里、运动时间这些总时间、恢复时间这些都有啊。好，这是一个运动记录，然后设置我们就不看了，更多也不看。然后它有跑步、跑步机、越野跑运动场跑步、徒步，这是我最常用到的一个。然后公路骑行、泳池游泳、户外有氧、健走、户外攀登、登山、山地骑行，这个硕士路骑行，然后训练课程这些。然后在更多里面是可以加入非常多的一个运动的，反正我是用不上啊，然后大家可以就这样过一遍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是一样的来徒步，我们点击它这边，我们可以直接开始，也可以进入一个路线。这是我上次导入的2个路线，一个是张离古道的，一个是三洲古道的。然后导入了路线的话，我们就是可以直接沿着它这个路线走，然后没有路线的话，我们就直接开始就行了。像现在就是一个公园啊，公园我们直接开始就行，然后这就开始了 ，OK。然后这下面是记圈，这里是暂停，
然后继续，这个就是一个背光的开启啊。好，我们先走一圈。就比如我们现在已经运动了个16分钟，也不算多。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什么训练负荷什么都是0啊，当圈时间、当圈速度，基本上没什么高负荷的运动啊。然后我们点击它，就是一个暂停，然后也可以继续，也可以结束，然后也可以详情。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走了哪些东西，然后训练的效果怎么样。然后也可以看一下当圈的数据，然后也可以稍后继续。然后我们现在选择结束的话，它是需要长按3秒 ，OK。然后它这边会显示一个我们大概走了一个什么样的路线。然后我们在它的 APP 上面可以看到，这边它会有一个常州市的一个小小的徒步，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运动简报保存下来。然后在这里我们有一个收藏路线，我们可以把这个路线给收藏掉，这就已经收藏好了。然后我们可以发送到手表。好，手表上面已经有这个路线了。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假如我们要使用这条路线，应该是怎么使用的？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是徒步，这里开始有个路线，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我们可以选择到我们这个路线，一个是站立古道，一个是三洲古道，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常州市的徒步，我们选择它，我们直接可以用它来进行导航。这就已经是一个有地图，然后有路线的一个导航了。然后我们就可以跟着这条路线走，然后我可以看一下它具体的一个效果啊。然后我们就可以跟着这条路线走。所以我刚才也说了，我们需要首先把这个地图下载到我们的手表里面，否则的话，它这边是没有一个地图的信息的，它是只有一个路线的信息，这点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当然我们也是可以放大地图的，我们点击一下它，然后这里我们直接放大就 OK 了。然后 OK 了之后我们确定，然后它就可以跟着我们的这个路线比较准确的而且比较详细的走，那这个还是非常方便的啊，徒步必备。现在我们是一个正确的路线，假如说我们是偏离了路线，它就会给一个预警给我们。我们现在特意偏离一下路线啊，那它这里就会显示偏离路线30多米啊，这是一个比较强的提示，大家刚才应该听到了。那这就是它的一个路线导航的功能。我并不是一个严肃的跑者，就是1个月偶尔徒步几次的人，所以我的分享更多是基于在这个基础上，关于它的精准度、强烈的运动属性、更硬核的东西，我可能无法给大家分享，但我还是可以来说说我用它这2个月的感受。首先，它是一个极致的偏科生，它的手机 APP 看起来可能还是运动和健康都比较兼顾，但你看到它的网页，你就会知道它是专门为运动而生。就算我们用了2个月，这里面很多功能我都是没有用过，像训练、跑步能力、极限的跑步等等，其实我都没有太去尝试。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运动的跑者，那么你一定是非常喜欢它的。而如果你是和我一样偶尔徒步的话，其实也蛮不错的。搭配这个续航，你会和我一样1个月找一次充电器。不过建议你少去看这个网页面板啊，看着压力就非常大，全部就是空的啊。咱们在这块是真的非常不专业，就是从徒步的角度出发 ，VTS 2S 绝对是绰绰有余，就更别提训练项目啥的。目前来说我是非常喜欢的，就给的很足啊。非要我说一个缺点的话，就是我个人而言，我会更希望它的网页数据展示有2个版本，一个是运动版本，一个是健康版本。当然，这个只是我吹毛求疵的一个想法，就提一嘴。因为像我们 UP 主保持这种更新频率，是挺难有时间去保持高强度的训练的，特别是一旦懒了一回，就很难保持下去了。如果有一个健康界面的话，反而是会一直去高频的查看。好了，这就是这期高驰 VTS 2S 的手表分享了，希望你能够喜欢。最后你也可以来说说你的看法吧，买过的人都来发弹幕啊！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也欢迎留言。我是云飞，记得点赞收藏。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